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刺激的挑战。节目组随机挑选3个陌生人组队，还提供1头上千斤的食材，只需要在零下20度的北极待30天，就能获得50万美金。前提是不能携带任何工具。要是让你参加，能待上多少天呢？隔着老远就看到信号弹，他们立刻上岸冲向空投点。对于这次挑战，每个人都信心满满，但是看到躺在地上的驼鹿时，瞬间有点慌了。他们还是第一次处理这么大的，现在重要的是找到切割工具，将内脏清理干净。杰森是一名退役老兵，有丰富的求生经验，没有刀就只能寻找岩石打磨。幸好他平时就喜欢用原始工具，很快就找到合适的，虽然不是很锋利，应该也能割破皮了。大壮作为猎人，还是第一次用石器处理大家伙，费了老大劲才割出一道口子。而艾米是护林员，对于野外的植物熟悉，看到附近有不少黑熊的痕迹，他非常担心驼鹿会将他们吸引过来。距离天黑还有1-2个小时，收集多点木材，尽量搭建个好点的庇护所。杰森想让艾米帮忙用这毛皮做成绳子，自己则收集木材搭建庇护所。很快艾米就打磨的差不多，还需要将多余的毛清理干净。就是辛苦大壮独自一人在处理驼鹿，他非常担心切破未带姜肉全部污染了。最烦人的还是这石器，尖端很快就会崩坏，要经常打磨，祈祷天黑前搞定。庇护所弄得差不多，是时候准备生火。他们采用传统工钻生火的方法，虽然有白烟冒出，但是一点灰烬都没弄出来，这比想象中还要困难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尝试生火。大壮刚忙完，看到这边火还没弄好，瞬间觉得有点慌，一直持续忙碌到天黑都没火。夜里传来动物活动的声音，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只能抱紧自己，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，实在太冷了。除了加固庇护所外，最重要就是把火升起来。这次他们准备了更加干燥的材料，但是效果并不好。一大坨肉放在眼前都不能吃，艾米建议弄点骨髓吃，这是他们唯一不用烤熟的食物。用石头不断往上面砸，很快就看到里面的骨髓，闻起来还非常新鲜，这能够提供不少热量，让他们的胃舒服一点。接着继续生火，一人在上面压着，其余2个不断来回拉扯。尽管如此，生火还是没啥效果，杰森只能往上面添加油脂润滑，这样摩擦起来就顺畅很多。一会的功夫，底下就冒出了白烟，摩擦出很小一块灰烬。杰森立刻放到火绒里面，不断挥动吹气，总算是将火点燃起来。实在太不容易了，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碰到什么困难。你肯定没想到鹿心还能这样吃，先将表皮割开一个口子，然后往心腔灌入浆果到里面，放到石头上，通过火焰的热量慢慢弄熟，这样烤出来的东西不知道味道如何，反正他们是吃的相当开心。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4天，正准备将鹿筋加工成绳索使用，要将这些撕开，不断缠绕成这样。艾米在隔壁尝试将心脏表皮加工成容器，驼鹿这边还有很多肉没处理干净，他们心真大，也不怕会有黑熊过来。天气越来越冷，他们也不打算烟熏，就这样放着也不用担心肉会腐烂。让他们没想到是天空下起了雪，屋顶上的雪融化成水滴到营地里面。宝儿姐待在这里，身体日益虚弱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将庇护所完善，里面的情况还没外面的小树林干燥。杰森建议到外面重新建造一个庇护所，艾米和大壮也觉得应该换个地方。到附近收集到不少木材，为了避免出现之前的情况，采取另外一种结构搭建。冒着下雪干活，全身都是湿透的。艾米觉得自己的体温低了很多，杰森只能让他多喝点热水了。艾米回到之前的营地烘干身子，自己已经有点感冒，只希望喝热水有用。艾米等身体暖和点，就到驼鹿这里取了个小腿，他准备将这皮毛添加到鞋子上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脚一直湿着。想法是挺好的，就是石器用起来是真的费力，费了不少功夫制造好。而新的庇护所也已经弄得差不多，希望今晚能睡个好觉。虽然新的庇护所还不错，但是这雪一直在下，气温低得让人难受，即使有火堆在旁边都觉得冷得不行，每天只能多喝点热水。为了让胃袋更加耐用，杰森正做线圈框做支撑，这样煮水会更加方便。附近还有不少茶叶，果然无论到哪喝茶一直都会有的。将烤得滚烫的石头放到水里面，自带鹿香的茶水，你喝过没？一会的功夫就有一大锅热饮喝。现在只有零下几度，艾米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，时常感觉头晕眼花，还觉得恶心想吐，每天只能尽量待在营地里休息。时间来到第14天，这几天艾米的身体状况并不好，躺在地上一点精神都没有。杰森和大壮非常担心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艾米呼叫医生过来看看。医生对他做了简单的调查，身体实在太虚弱了，再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，劝艾米到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。思考了很久，最后艾米不得不放弃，退出挑战，队伍减员。可需要的柴火并没有减少，接下来要付出更多的体力，也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呢？
让你在黑熊出没的地方待够30天就有50万美金，你信吗？还真有不怕死的要给节目组上一课。杰森日常到附近收集柴火时，没想到看到新鲜的血液痕迹，他不确定是什么动物在狩猎，这里距离营地不远不近，也不知道鹿肉会不会吸引过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要把肉集中在一起，在营地隔壁搭建一个架子，这样即使真的掠食者过来，也有足够的时间反应。我就好奇，他们就不担心全部肉都被拿走了吗？瞧瞧这些肉，难怪会让掠食者惦记，他们每天只能啃这些肉，早就已经吃腻了。不知道我现在过去咬一口还来得及吗？夜里经常听到有动物的声音，这也意味着很快就会摸到营地这边。艾米退出后，他们还得一人看火，一人到外面收集柴火，这样干起活来是真的累。大壮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到清晰的足迹，根据他多年以外的经验来看，这应该是狼獾的。最糟糕的是，这足迹朝着驼鹿和营地的方向。狼獾可是平头哥的表哥，连黑熊都敢欺负，大壮这小身板可不敢这惹。跟着足迹走过去查看，果然驼鹿已经被啃咬过，幸好提前将肉都转移走了。这要是不够他吃，肯定会过来营地觅食。夜里狼獾组队过来吃东西，估计过几天就会到营地觅食。杰森和大壮想要这里待到结束，必须弄一些东西防身才行。在收集材料时，看到不少足迹就在营地附近。为了保护住食物和自己的安全，大壮准备做一个火炬，将树枝刮下来，到时等融化后覆盖在火炬头上，这样点燃起来不仅明亮，还能燃烧很长时间。火炬其实就是苔藓捆绑上一些草，这长度足够防止狼獾近身，甚至觉得能够反击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好了，整晚都不敢入睡。狼獾往营地这边靠近的声音，周围实在太暗了，分辨不出在哪里，只能试图制造动静驱赶走他们。今晚只能轮流守夜防备了，本来就已经够惨，还要忍受风雪，恨不得将脚放到火堆里面烤。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28天，只要熬过这2天就有50万奖金。每天除了吃肉外，干的最多的就是修补庇护所，如果没什么意外，坚持一下就搞定了。果然剩下的日子都在营地里度过，合理利用节目组给的肉，完全够吃，就是为了避免低温需要更多努力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成功在这里待了30天，也不知道还有谁会过来参加挑战呢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